Hello，呢度係土耳其嘅 Cappadocia。Cappadocia 位於土耳其中部。如果要用一句說話去形容佢，我會話呢一度係嗰一種你見到佢一眼就知道佢應該會喺你心入邊留下位置嘅地方，並唔係因為佢嘅熱氣球，亦唔係因為打卡，而係因為呢個地方本來就好似脫離咗現實世界咁樣，有一望無際嘅岩石沙丘，日出時遍佈成個天空嘅熱氣球，有奇怪但係浪漫嘅自然地貌，又有遠古時期人類文明嘅歷史痕跡。喺呢一度，你可以住喺岩壁開鑿出嚟嘅洞穴酒店，亦都可以坐上浪漫嘅熱氣球睇日出，可以選擇租古董車或者 ATV 飛馳於呢一片荒漠土地上，亦都可以選擇原始一啲去行呢一度嘅自然山谷。呢一度係一個非常之多樣化嘅地方，好似童話世界，又有少少似外星世界。呢一度嘅每一塊岩石、每一條裂痕、每一個洞穴，都有至少1000年嘅時間喺入面流過。唔止係熱氣球，唔止係靚嘅酒店，亦唔止係打卡。呢一度係土耳其中部嘅 Cappadocia。咁我今次嘅旅伴除咗有我屋企人之外呢，仲有佢 Insta360X5，佢係一部全景相機，360度嘅相機。咁所以今次呢條片呢，我就會用佢嚟帶大家一齊睇下呢個咁靚嘅地方。Let's go！ 講漏咗，我手上呢一部呢，係之前幾代嘅 Insta360 360度相機都冇嘅顏色，就係白色。我覺得超靚，超啱女仔，呢隻色真係好靚。所以我二話不說就黑同白之間，我就揀咗白色啦。Hello， 呢度係 Nashville 嘅機場。咁 Nashville 咧就係其中一個最近 Cappadocia 嘅機場之一啦。咁我哋班機其實係 delay 咗1個鐘左右，所以頭先係勁牛啦。因為本身班機已經有啲夜嚟到嘅時候，原定時間已經係8點幾，結果我哋9點幾先到。開頭仲驚嚟到唔知租車公司會唔會已經閂咗嗰啲櫃台，好彩去到最後係發現未嘅。同埋呢個機場真係好細，頭先等行李個位基本上就喺啲租車櫃台隔離。呢度就係我哋喺 Cappadocia 加帕多尼亞，係咪咁樣譯？住嘅酒店，住嘅洞穴酒店，俾大家睇下呢間酒店。咁我哋就係住 family room 啦，因為4個人。一入嚟嘅呢，就係第一間房，有2張床，跟住就上一條小樓梯。呢度呢，就係主人房啦。呢間房係有一個景嘅，然後我覺得最得意呢，就係呢一度有個窿可以望翻嚟下邊間房。大家 say hi 啊！早晨，而家係凌晨5點鐘，我哋正準備出發去坐熱氣球。咁 Cappadocia 呢度呢，其實有好多間熱氣球公司嘅。我哋今次幫襯呢間叫做 Voyager Balloons， 就唔算係最出名嗰幾間。點解今次會揀呢間呢？其實就係因為而家坐熱氣球真係貴咗勁多。我上一次嚟係2024年4月，嗰陣時其實已經覺得好貴㗎啦，170歐一個人。但係今次2025年10月，居然漲價漲到250歐一個人。而再出名一啲嘅熱氣球公司係會收得仲貴，所以我最後格完價之後呢，就揀咗呢一間啦。咁喺去坐熱氣球嘅路上，就等我呢一個由 Insta360 X3 X4 一路用到而家最新呢一代 X5 嘅人，分享一下我嘅第一個最大心得，就係我覺得今次 X5 嘅夜景拍攝畫質真係大大地提升啊！嗱，大家而家睇到嘅畫面呢，就係我用上一代嘅 X4 影嘅，你會見到呢，佢有啲位比較暗，咁接住落嚟呢，再比較下而家眼前嘅畫面呢，就係用 X5 影噶啦，你應該會睇到明顯嘅分別。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今次 X5 佢有更加大嘅感光元件，仲有一個全新嘅 Pure Video 錄影模式。呢一個模式呢，係專為喺低光環境拍攝而設嘅。
靚係咪？ We can go up and down whenever we want. Hello，我而家喺熱氣球上面啊！唔好跌咗你支嘢。Okay, this side you can see Göreme village. Here is the Göreme. And Uçhisar and Uçhisar Castle is this side. And Love Valley, here is the Love Valley. In our left side, Avanos. Okay, sunrise! 雖然我已經唔係第一次喺度坐熱氣球，但係原來同一片風景同唔同嘅人一齊睇，又係非常之唔同嘅感受。雖然呢一個熱氣球嘅體驗係好貴，但係嗰啲同屋企人一齊笑、一齊讚嘆日出有幾靚嘅記憶，我諗係無價嘅。唔知道你會唔會都有同感，就係去得多旅行之後，你會發現其實有啲旅行唔係為咗個風景本身，而係為咗同邊個一齊去感受呢一片風景。Okay, now please stay in the basket. If you go out, we will go up again. Okay, cheers everybody. Cheers！ Victoria, you. Bravo! Bravo! Wing Chun Yung. Bravo! Bravo! 除咗坐熱氣球 ，Cappadocia 其實仲有好多值得做嘅事。其實早喺熱氣球未咁出名之前，呢度已經係一個旅遊點。當時最主要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度處處都有遠古人類文明嘅痕跡，例如係隱藏住喺呢啲被鑿空嘅岩石入邊，呢度坐落住世界上最古老嘅基督教教堂之一。我哋又嚟到另一個暴曬嘅景點啦，呢個又係另一個 Open Air Museum。呢一個 Open Air Museum 呢，本身亦都係一個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嚟嘅。Goram Open Air Museum 喺1874年已經被列入為 UNESCO 嘅世界文化遺產，係土耳其最早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嘅兩個地點之一。雖然佢叫 Open Air Museum， 但係其實並唔係傳統意義嗰種將啲文物搬出嚟擺放嘅露天博物館，而係一片集中保存住雕琢喺呢一啲嘅凝灰岩入邊嘅洞穴教堂、修道院同埋修道生活群落嘅空間。呢個好明顯比起我哋之前去嗰兩個 Open Air Museum 都多人，果然係最 popular。呢一個博物館由10幾座教堂組成，每一座教堂入面都保存住據說係11至13世紀最完整嘅拜占庭濕壁畫。呢度咧好多嘅洞穴入面嘅教堂咧都係唔俾影相嘅。咁我身後呢一個點解可以影呢？就因為佢唔係一個教堂啦，係一個食飯嘅地方，隔離就係存放食物嘅地方咁樣。今日唔知點解係勁多大巴旅行團，呢條隊其實只係排緊入去其中一個教堂，就係呢個 Apple Church。點解會叫 Apple Church？ 相傳就因為入面呢有一幅聖母瑪利亞拎住蘋果嘅畫，亦都有可能係因為呢一區以前盛產蘋果樹啦。喺我身後嘅呢一個呢，就係成個 Open Air Museum 最出名嘅啦，叫做 Dark Church 啦。咁據聞就係因為佢好暗啦，所以入面呢嗰啲壁畫係保存得非常之完整嘅。但係佢入去呢，就有一個另外嘅收費6 euro 嘅額外收費。咁我哋啱啱入咗去 Dark Church 啦，入邊啲壁畫咧真係保存得非常非常之完整，嗰啲顏色都仲係好靚好靚。講法就係話，因為入面咧其實就淨係得一扇嘅窗，會透到光，所以咧佢啲壁畫就唔可以神奇地由11世紀保存到依家。我哋而家嚟到第二個 site 啦，就係 South Open Air Museum。佢入面咧好多嗰啲嘅山窿咧，而家係入得去嘅，因為當時啲人真係住喺呢啲山窿入邊嘅，咁然後就可
可以入去參觀。Selva 係 Cappadocia 最早有人類居住嘅地區之一，早喺9世紀嘅時候，呢度已經係重要嘅基督教僧侶聚落。而唔同於其他地方嘅係，呢一度嘅宗教生活唔局限於教堂入面，而係散佈喺成個山谷度。所以我覺得呢度最大嘅特色就係佢係由3個山谷組成嘅自然聚落，遊客可以自由咁樣喺啲岩石同埋山徑之間穿梭探險。呢度入邊係一條隧道嚟嘅，雖然而家封咗，但係其實你都睇到，睇唔到盡頭條隧道。喺呢個時候就要講講我今次用 Insta360 X5 拍嘢嘅第2個心得，就係我覺得佢內置收音效果真係升級咗太多比起之前。據我所知呢，係因為佢有一個全新嘅咪防風罩，係一個創新嘅多層防風鋼網結構，大幅咁樣減少咗拍嘢時候收到嘅 noise，或者係風聲啊、風噪等等嘅影響。根據呢塊牌呢，而家隔離呢一座就係 Holy Cross Church 啦，入去睇下先。大家想象下，啲人就坐晒喺呢個教堂嗰度，然後呢個位呢，係咪就係嗰啲聖壇位？等我試下企喺聖壇位嗰度俯瞰大家先。你睇下牆上依然有呢一啲嘅十字架嘅雕刻。而家喺呢一個回音好大嘅清真寺庭園嗰度，試下直接用部機收音嗰個效果係點先？係有回音嘅呢度。等我高歌一曲先，趁而家冇人。以前咧，坦白講，我用360相機或者係其他運動相機都好咧，好少會直接現場收音嘅。但係今次咧，你會見到我呢一條 vlog 90% 嘅現場收音都係用 Insta360 X5 部機內置收音，直接收音。根據頭先嗰個牌嘅介紹，而家身處呢個地方就係好多年前嘅 winery。所以呢，其實拍一本 vlog 係非常之夠做噶啦，唔需要改任何 setting， 就好似自帶咗 noise reduction 咁樣。甚或是如果你覺得佢本身 default setting 都唔夠勁嘅話呢，其實相機入邊仲有幾個嘅收音模式嘅，例如係智慧人聲增強同埋智慧降風噪等等。嗱，我而家就試下啦，即係同部相機都有些少距離，試下用部機內置嘅 Active Wind Noise Reduction 嘅 Strong Mode 收音。其實佢咧仲有好多其他嘅模式嘅喎，收音方面。我啱啱轉咗呢個咧就係 Voice Enhancement 嘅 mode， 同一個位置同一個環境，大家覺得聽出嚟係咪有分別呢？我哋而家嚟到呢一個叫做僧侶山谷嘅地方。僧侶谷咧，其實要睇嘅嘢咧，就係呢啲咁嘅形狀嘅石欄，由唔同年代嘅火山岩組成，然後再加上經過大自然嘅侵蝕、雨水嘅侵蝕，就變成而家嘅樣。呢度有少少似我之前去墨西哥參觀過一個墨西哥北部嘅地方，又係叫僧侶山谷，又有好多呢啲奇形怪狀嘅火山岩組成嘅柱。咁不過兩者嘅歷史當然非常之唔同啦。呢度之所以叫做僧侶山谷嘅其中一個原因呢，係因為傳說中咧呢度曾經住過一啲早期基督教嘅隱士或者係修士，佢哋咧喺呢一度閉關啦，就靠啲信徒每日用繩吊啲食物上去個山窿嗰度接濟佢哋咁而家咧就行上呢個小斜路，就會去到一個山頂嘅位置，可以望翻落嚟成個僧侶山谷嘅樣。咁我覺得咧，好多人以往對於360相機咧都有好大嘅迷思啦，會覺得啊係咪好難用咧，新手好難用，又或者會覺得係係咪我要做極限運動，例如係嗰啲跳傘啊、bungee jump 啊，又或者係滑水啊嗰啲咁樣先適合用咧？但係其實我就發現唔係嘅，我作為一個用咗 Insta360 嘅全景相機一段時間嘅人，即係由 X3 用到 X4 再用到而家 X5 啦，覺得其實作為一部旅行嘅 vlog 相機咧，佢都係幾適合嘅。
首先就係大家都應該知㗎啦，佢可以先拍攝後取景，睇風景嘅時候唔需要煩構圖。而最新呢一部 X5 可以拍到 8K 30 FPS 嘅高畫質之餘，仲有一個全新嘅影調增強模式，主要係針對啲光暗反差大嘅環境，可以更加細膩咁樣處理 video 嘅畫面。加埋而家已經非常成熟嘅 Insta360 App AI 剪輯功能，出片越嚟越容易。同埋而家 Insta360 仲有佢自己嘅雲端服務，只要將部機連接 WiFi 就可以將入面嘅嘢自動 backup 上雲端。曾經整唔見過 SD 卡嘅我表示呢樣嘢真係非常之吸引。而呢一代嘅鏡頭硬度同埋內磨內刮能力亦都大大地提升。而我覺得最創新嘅呢，就係有呢一個拆卸式嘅鏡頭，仲可以買到 replacement lens kit。以前去旅行成日最驚就係整壞鏡頭，因為真係要翻到香港先整到。但係而家基本上呢，就算你旅途入面有乜嘢意外損壞都好，都可以自己更換鏡頭。另外就係360相機配合埋隱形自拍杆，可以拍到你普通相機影唔到嘅角度。呢樣嘢好重要㗎，尤其是當你係自己一個旅行嘅時候，好多人都會想記錄風景，但係又同時都會影到一下有自己嘅畫面㗎嘛。呢一部咁細嘅相機就能夠輕易地做到。返到嚟 Cappadocia， 其實呢度除咗有非常之特別嘅自然景觀之外，仲有一種好特殊嘅景點——地下城。喺呢度有個牌寫住 This is risky for those who have heart diseases, high blood pressure, and for asthma patients。係高血壓、哮喘、心臟病 risky。聽講係由於 Cappadocia 地區嘅岩石質地柔軟，所以開鑿地下嘅空間變得相對容易。因此其實成個地區入面有好多唔同大細嘅地下城，但係當中兩個比較大型同埋出名嘅呢，就係 Derinkuyu 同埋 Kaimakli。由於我上次嚟嘅時候參觀咗 Kaimakli， 所以今次呢就去 Derinkuyu。睇住仆親啊！小心啊！哇！呢度開始好窄啦，呢個位。係啊，冇錯。同埋係一個迴旋形咁樣嘅落下。大家 feel 唔 feel 到有幾窄？呢啲嘅地下城建於公元前幾世紀，聽講最初係當地居民同埋早期基督徒為咗躲避戰亂而開鑿嘅多層空間，所以地下城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區域，例如係酒窖、食堂、教堂等等。後邊呢個 area 咧就係 church， 呢一條柱咧就係防住啲人攞嚟嚴刑拷問。我哋而家身處呢度咧就係 level 3啦，我哋會再落去嘅。呢一個好似係一共有8層嘅呢個地下城。究竟呢度啲人可以點樣溝通？即係我一齊呢度，我哋揾阿媽都揾一世。呢個位咧就係一個 tunnel， 哇，好恐怖喎！伸手不見五指嘅，再向前行，俾大家睇下。你而家又翻上嚟5樓，準備行一條20 meter 長嘅 tunnel。But this is 30 meters long, and the first 20 meters like this high. Okay. This time, watch your head, watch your back. Okay. Be careful. 20 meters. Stay there. You will. 我咧係要烏低身行嘅成條 tunnel。爸爸小心啲啊！撞到個頭，嘅人都係咁撞。我哋頭先行完嗰條樓底非常矮嘅通道之後，而家又上翻嚟7樓，即係 B1 咯。咁所以沿住前面嗰條路上咧，其實就已經出到 exit 噶啦。同埋最後呢條路離開呢個地下城，見到陽光。哇！其實我個人參觀呢個地下城，唔理係今次嘅 Derinkuyu 定係上次嘅 Kaimakli， 我感受都係麻麻，係因為覺得好似好逼啦，又好多人啦。同埋如果你冇參加旅行團或者聘請導遊，其實係好難去分辨出呢一啲嘅空間到底係有啲咩分別嘅。
但係當我調翻轉咁樣諗，其實當年嘅人講緊嘅係公元300年嘅時候嘅人，佢哋係全家人一齊匿喺呢度，其實都唔止係全家人，係成個社區嘅人一齊匿喺度，就係因為地面上面有好多人喺度追捕緊你。嗰一下又突然間覺得有種非常百感交集嘅感受。其實喺 Cappadocia 仲有好多地方可以去，例如係呢一個位於 Učica 小鎮嘅 Učica Castle， 係一座位於岩峰上面嘅城堡，係成個 Cappadocia 嘅制高點。上到城堡嘅頂呢，可以360度咁樣俯瞰成個地區嘅地貌，包括 Fairy Chimneys、Gorem 同埋遠處嘅山等等。仲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睇日落，食下呢一個地區嘅特色料理等等。係啊，呢個就係嗰個傳統呢度嘅名菜啊，所以頭先我哋都話一定要試一試。最後少不了嘅呢，當然就係喺自己嘅酒店天台嗰度睇一場漫天熱氣球嘅日出啦。睇下我後邊啲熱氣球。呢間就係我哋喺 Cappadocia 住嘅酒店，叫 Anatolian Houses。咁佢係非常之靚，我覺得俾大家睇下佢係點樣。咁一入嚟咧就有呢一個庭園嘅位置啦，喺我嘅左手邊就係 reception 啦，右手邊就係 common area 啦，同埋有一個好細嘅泳池。SPA 咧就好似喺嗰邊，不過我都未有機會參觀。咁啲房咧就全部都係依住呢度嗰啲奇形怪狀、好獨特嘅石而建嘅。咁我哋住嘅房咧就係要行比較多嘅樓梯，402。好，咁我而家咧就試下用我支3米長嘅超長自拍杆，配合埋 Insta 760 X5 去影餘下嘅酒店環境俾大家睇。